白马？哼，定叫他有来无回。大家好，我是八酱，今天我们来说说白马定叫他有来无回这个很有名的梗背后的那个男人曲艺。用4个字形容曲艺，那就是硬核狠人。曲艺的出身是凉州豪强家庭，这个投胎技术吧，可以说挺好，但没完全好，因为汉朝末年的凉州那是又穷又乱，还经常发生羌人叛乱。出生于凉州豪强家庭的曲艺，虽说不愁吃喝，却注定无法和那些繁华地区的豪强子弟一样安心吃喝玩乐。他的童年是在打架中度过的，他的少年是在战斗中度过的，他的一生注定都要在血与火度过。由于自小就在凉州这个怪物房里拼杀，成年后的曲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硬核狠人，战斗力能把卡卡罗特他哥的表直接爆掉。不但如此，擅长学习的曲艺还学会了羌人的各种战法，这些战法要是对不了解的人突然用出来，足以起到毁灭性的打击效果。除了自身很强外，曲艺还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私人武装，这支武装不但战斗力爆表，还绝对忠于曲艺，用起来如臂使指，收放自如，好比孙悟空拔掉汗毛变出来一堆分身一样，就是这么爽。这时候的曲艺就想，我在怪物房里都能混出来，要是去别的地方，那还不是随便捏菜。于是曲艺离开凉州，去了富裕的冀州。在曲艺看来，在这地方刷副本，他完全可以平推。到达冀州后，曲艺做的第一件事是投靠了冀州牧韩馥，第二件事就是他娘的反了。曲艺反叛的理由很简单，你这样的弱子不配统治我。韩馥这个人吧，没什么野心，就喜欢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这样的统治者，对于想过安稳日子的普通人来说是不错的，但对曲艺这样的人来说，这简直无法忍受。靠，乱世的诸侯没野心，那跟站着茅坑不拉屎有区别？你不拉就滚下来，让老子上。韩馥知道以后简直懵逼了，靠，我也没亏待你啊，工资照发，还不用你干活，这待遇你到底为啥不满？没办法，韩馥只好亲率大军前来征讨曲艺。结果怪物房出来的曲艺果然不同凡响，带着自己的私兵，硬是把韩馥的主力大军打得屁滚尿流。这战斗力不服不行啊！曲艺的惊人战斗力很快引起了一位诸侯的注意，他的名字叫做袁绍。如今提到袁绍，很多人都觉得这货就是个草包废物，是个人上去干都能比袁绍厉害。这种看法我认为是很可笑的，因为袁绍起家时占据的地盘只有一个渤海郡，最后却发展成了掌握4个州的霸主，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草包废物呢？很多人总是喜欢通过盲目贬低历史人物来寻找优越感和满足感，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无异于我们在历史中得到经验和教训的。此时的袁绍正蜗居在冀州的渤海郡，野心勃勃的他对韩馥掌控的冀州可以说是垂涎三尺。眼看曲艺成功撬动了韩馥的统治，袁绍立刻派人找到曲艺，表示愿意和他联合，一起搞掉韩馥。曲艺大喜，他觉得这才对嘛，做主公就得像袁绍一样野心勃勃啊。于是他立刻倒向袁绍，就这样，袁绍成功在韩馥统治区内埋下了一颗雷。随后袁绍又假意邀请公孙瓒南下进攻韩馥，韩馥知道后果然吓尿了。紧接着袁绍派人找到韩馥，对着他一顿嘴炮输出，连哄带吓，最后硬是不费一兵一卒，逼得韩馥让出了冀州。袁绍取得冀州后，曲艺也就顺理成章投靠了袁绍。这2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准备一起干一番大事业。投靠袁绍后不久，曲艺就开始刷战功了。当时处于流亡状态的南匈奴单于于夫罗，本来是依附于袁绍，后来这哥们不想干了，直接反叛出走。袁绍于是派曲艺追击，曲艺在邺南追上于夫罗，把这位单于打得屁滚尿流，取得了一个开门红。不过这对于曲艺来说只是小菜，真正的考验是后边这个。还记得之前袁绍把公孙瓒当枪使的事吗？
眼看袁绍发展的越来越好，公孙瓒气炸了，我靠，你这是拿老虎当猴耍，欠咬吧！接着又一件让公孙瓒差点原地爆炸的事发生了，公孙瓒派去协助作战的从弟公孙越和袁绍部下周昂作战时中流箭死了，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公孙瓒决定跟袁绍算总账。他亲自率领大军出击，驻扎在庞河。接下来《三国志》告诉我们，袁绍怂了，直接把冀州渤海郡打包送给了公孙瓒的从弟公孙范。结果公孙范到任后完全没领情，直接带兵去帮公孙瓒了。很多人看了这段记载，会觉得这袁绍也太傻了吧，哪有直接把领土白送人的？果然是个大草包啊！事实上呢，我们看看地图上庞河的位置就明白了。公孙瓒必须打穿整个渤海郡才能驻军庞河，也就是说，实际情况是公孙瓒已经打穿了渤海郡，实际控制了这个地区，并驻军庞河后，袁绍才象征性的把渤海郡送了出去。这也印证了那句有名的话：战争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所以说，很多貌似难以理解的记载，结合地理分析后，就可以豁然开朗了。接下来，公孙瓒又在东关和黄巾军干了一场，结果是大破黄巾军，杀得血流成河，缴获物资无数。这一波算是彻底肥了，冀州各地的墙头草也纷纷背叛袁绍，倒向公孙瓒。这无疑是袁绍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此时的公孙瓒处境如同日后的袁绍，而此时的袁绍处境如同日后的曹操。然而袁绍并没有放弃，当年的他面对董卓的刀锋，依然敢大呼道：这天下的强者，难道只有你董卓吗？如今的袁绍面对公孙瓒的兵锋，再一次亮出了他的指挥刀：这天下的强者，难道只有你公孙瓒吗？于是双方在界桥摆开阵势，一场精彩的大决战爆发了。先来说说双方的兵力对比吧。公孙瓒这边有3万步兵、1万骑兵，大名鼎鼎的精锐骑兵部队白马一从就在这1万骑兵之中。多提一句，一些人说赵云是白马一从的一员，这个纯属胡扯。事实上，赵云投奔公孙瓒后并没有受到重视，而且没过多久就被公孙瓒安排给刘备，跟着刘备去打青州了。他跟白马一从那是半点关系都没有啊。袁绍这边的总兵力并没有详细描述，不过根据袁绍后来的描述，这一战他的兵力是比公孙瓒少很多的，所以我估计袁绍的兵力应该是2到3万，而且基本没有骑兵，这个劣势那真是相当大啊。战斗打响后，公孙瓒吃惊地发现，本来就兵少的袁绍居然还专门部署了800步兵、1000鲁兵，脱离大部队站在最前方，那架势就差直接大喊：上来干我呀！这可把公孙瓒笑惨了，这袁绍可真是个草包废物啊，还得这么送人头的。于是他想也没想，直接下令骑兵全线出击，1个字：冲！公孙瓒的反应其实还算正常，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1800人正是那支从怪物房里杀出来的强大武装，而他们的统帅就是曲义。渐渐的，冲锋之中的骑兵们越发感到诡异了。这1800人面对着上万骑兵排山倒海、震耳欲聋一般的冲锋，居然冷静得如同看客一般，心如止水。这样的表现让他们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干掉他们，干掉他们！此时骑兵们的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他们拿出了看家本领，对着眼前那群奇怪的步兵发出了密集的箭雨。然而那群步兵只是冷静地伏在大盾之下，一动不动，就这样轻易地化解了骑兵们的看家本领。骑兵们越发恐惧了，然而他们只能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冲到头我们就赢了。很快他们离那群步兵只有几十步了。说时迟那时快，曲义一声令下，800步兵突然同时抱起，不顾一切地朝着骑兵们冲去。刹那间，飞扬的尘土让骑兵们看不清眼前的东西，
悍不畏死的步兵们让他们寸步难行。这一刻，上万骑兵成了动弹不得的活靶子，迎接他们的是800步兵身后那1000鲁兵的精准射击。刹那间，局面演变成了1000鲁兵对上万骑兵的单方面清理。轮番点射过后，上万骑兵彻底崩溃，当场被杀死的就有1000多人。公孙瓒的大将严纲也直接阵亡。眼看自家最强大的骑兵都遭到如此惨败，公孙瓒的军队彻底丧失了斗志，纷纷撒腿就跑，很多人连大营都不敢再回。看到这一切的袁绍立刻下令只留100多人保护自己，其他人全部出击。就这样，曲义率领援军展开追击，并在界桥再次击败公孙瓒，接着又一口气攻破了公孙瓒的大本营，取得了一场彻底的完胜。援军是赢了，袁绍却危了。原来公孙瓒部下2000多之前被击溃的骑兵，居然绕到了后方，对着正带着100多人休息的袁绍发动了突袭。面对如此危局，田丰慌了，急忙拉着袁绍要躲起来。没想到袁绍却把头盔一扔，大呼道：“大丈夫就该阵前斗死，躲起来怎么能活命？”于是他冷静指挥步兵防守，鲁兵射击，硬是打得2000多骑兵连连后退。不久后，曲义也紧急率军赶回，袁绍终于得救。界桥之战可以说是精彩到极点的一场战役，它完美展现了曲义堪称恐怖的战斗力和军事才能。有人认为曲义虽然赢了，但充其量只能证明他有带1800人组成的小部队的能力，并不能证明更多问题吧。然而别忘了，1800人只是曲义击败公孙瓒骑兵时统帅的人数。之后曲义再次击败公孙瓒以及攻破公孙瓒大营时，他统帅的可是2到3万人的大军啊！而且界桥之战还不是曲义统帅大兵团作战的最大战绩。公元195年，曲义统帅10万联军，在鲍丘再次大破公孙瓒，斩首2万多级，随后乘胜把公孙瓒包围在易京。虽说曲义最终没能攻破易京，而且在撤退时被公孙瓒打败，丢失了大量辎重，但总的来说，曲义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总的来说，对于曲义的军事才能，我认为没什么疑问，确实就是2字：牛逼。虽说曲义能力很强，为袁绍立下汗马功劳，还救过袁绍的命，然而他最终的结局却相当悲惨。某天袁绍召见曲义，曲义没有多想，直接就去了。然而见到袁绍后不久，埋伏在两边的杀手就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曲义就这么死了。袁绍为什么要杀曲义呢？《后汉书》的说法是，曲义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于是骄纵不轨，结果就被袁绍杀了。意思是曲义有反叛之心。然而更原始的英雄记的说法是，曲义仅仅是因为有功而骄傲放纵，并没有反叛之心。我更相信英雄记的说法。首先，英雄记的作者是汉末的人，他的记载更原始。而且你想想，如果曲义真有反叛之心，又怎么会毫无防备去见袁绍，结果轻易被杀呢？再说了，如果曲义真想反叛，为什么之前不反叛，偏偏要在公孙瓒已经完全不行，袁绍统一河北成为定局的情况下反叛呢？这完全说不通嘛。所以说我认为曲义没有反叛之心，他是死于袁绍的猜忌。最后来评价一下曲义吧。我认为曲义是一个为乱世而生的人，他战斗力爆表又野心勃勃，他不喜欢安逸的生活，一心渴望战斗，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彻底燃尽自己的才能。为此他不惜反叛第一任主公韩馥，背上了叛主的名声。那么背叛过主公又野心勃勃的曲义是一个没有道义的人吗？我认为不是。首先，在史书记载中没有任何关于曲义劫掠滥杀的记载，也就是说曲义一心追求的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至于普通百姓，他并不想对他们下手。而且曲义虽然背叛过韩馥，但对袁绍曲义也算是忠心了，他与袁绍立下了汗马功劳，关键时刻还救了袁绍一命，哪怕到了最后袁绍想要他命的时候，他也依然对袁绍没有丝毫怀疑。也就是说，曲义并不是完全不忠，只不过他只对自己愿意忠诚的人忠诚，这就是我眼中的曲义。
好啦，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今后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故事。喜欢听不二讲说故事的朋友就给关注和3连吧，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努力下去的最大动力。那拜拜啦！